女总裁离婚多年，在街上偶遇前夫，可她正想悄悄离开，却发现前夫突然昏倒在地，她只好赶紧把前夫送去医院救治，没想到却从医生那得知前夫已经身患重病。虽然他们已经离婚了，但毕竟夫妻一场，她不忍看见前夫被病痛折磨，不仅让医生给前夫安排最好的治疗，还让助理给前夫的卡里打了10万块生活费，然后摸了一下前夫的脸就不告而别了。没多久，男人便醒了过来，当发现自己身处医院，赶紧拔掉针头想要逃跑，因为他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，护士只好告诉他医药费已经有人付清了。男人顿时想起昏迷前是前妻送自己来的医院，他这才明白世上只有前妻真心对他好，不禁后悔当年擅自做出的决定。原来他们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还共同创立了一家砖厂。虽然一开始没有订单，经营十分困难，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互相鼓励对方。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他们的努力经营下，砖厂慢慢有了订单，没过几年就成为了当地的龙头企业。然而男人却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，想要他在家照顾生活起居，让他把砖厂暂时交给弟弟管理。虽然一开始他坚决不同意，但在父母用孝心道德绑架下，他还是妥协了。行，老二，砖瓦厂是我跟你嫂子拼心血，一定帮我照料好。大哥，咱们是一家人，等小月长大了，我就把厂还给他。就这样，男人瞒着妻子擅自做了决定，因此把妻子气得跟他当场离婚，远走高飞。如今他感觉非常对不起妻子，于是决定去找弟弟要回砖厂还给前妻。随后女总裁得知了前夫离开医院的消息，还有医生发来的检查报告，而她只看了一眼就震惊不已。停车！小宋，发动集团所有的资源，给我找到他。原来报告显示，男人已经是癌症晚期，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。而此时男人来到弟弟的别墅，可弟妹却不让他进去，而是让他有话就在门口说。他只好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收回砖厂的管理权，怎料弟妹不仅一口拒绝，还质问他怎么好意思要。这当初明明是说好的呀！说好什么了？我承认砖瓦厂是你们创建的，但那是什么规模？现在在我老公的管理下又是什么规模？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想把砖瓦厂再拿回给你女儿，做梦！男人闻言顿时火冒三丈，表示砖厂是自己跟妻子一手创立的，警告弟妹赶紧还回来。可弟妹打死也不同意，还大喊非礼，引起邻居们的注意。然后趁男人跟邻居们解释时逃回别墅。男人进不去，便扬言要去找父母评评理。然而目睹一切的弟弟却丝毫不慌。你放心，妈妈不会听他的。而此时男人走在路上，感觉身体非常痛，但他没有时间去检查，打算先去找父母评评理。结果父亲正好打来电话。哎爸，你跑哪去了？我在老二家，老二媳妇你还打算活活饿死我和你妈妈？不是，您听我说。闭嘴！赶紧给我滚回来！爸，爸，还知道回来？你怎么不送到外边去？你爸骂你是应该的。你看他喝酒，连个像样的下酒菜都没有。妈，我得癌症。